凌晨5点半，东海武道大3号训练馆。我的生存法则很简单：遇事躲，挨骂忍，绝不靠近修炼区的能量场。哎，那边那个洗地的纯人，躲远点，待会儿灵能一出，擦破你一点皮，学校还得倒贴你医药费，影响了我们训练，你赔得起吗？好的，好的，马上走，绝不碍事。别以为你拿了个金丹净化替补的指标就能狂！少废话！联赛名额凭本事拿！只要没人看见，这伤就算我自己摔的，绝不能让主管知道。见鬼！你把城管核心策略打坏了！警告：检测至极微生物样本接入，全馆封锁协议已启动。糟了，上周后勤大会刚提过，灵能地板遇到非灵气污染物会自动采样，扣钱事小，这回麻烦大了。红色通知，跨机构系统已确认匹配，等待指令下达。我就是个时薪15块的保洁啊！只是非灵气污染源，虚惊一场。搞半天是你这个纯人的血弄脏了地板。今天下班前交一份2000字的事故说明给我，工具的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。好的，钱警官，我明白。行了，去医务室处理一下伤口吧。行了，按规矩留个医疗档，手指放在那台基础血检仪上。这破机器上周刚报修，今天又瘫乱码，纯人的数据连系统都懒得记。算了，我直接点一键上传复核，让主脑去头疼吧。因为0.00%这个特殊标签，沈昭的档案绕过校内系统，被踢进最高级别跨机构异常通道。东海武大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未登记的纯人？你下午2点去行政楼一趟，补录身份资料，事故说明也带上。你要是不去，本月工资延迟发放。收到。姓名：沈昭。系统里有你，又没有完整档案，你之前怎么入职的？后勤外包办的。今年武道联赛招生宣传刚启动，校方第一反应不是查真相，而是压事故。数据已由外部监管权限冻结，校方无权删除、转移、降级。莫哥，要不要买完整包？买。再查一个名字，沈昭。东海伟大的保洁。全球物种保护基金会已受理你的保护评估，请保持当前位置，等待工作人抵达。
们是全球物种保护基金会东亚分部，编号 EAP117，执行临时保护评估。各位可能误会了，今天只是训练馆一起普通后勤事故，我们学校已经在处理，他只是外包临时工，资料有点缺失也正常。普通后勤事故不会触发人属毅力异常样本通道，也不会让温校连续3次尝试删除原数据。那是失误操作，失误操作会记录在案的。沈先生，需要做最后一次非嵌入式复核，不会采血，不会伤害你，请配合。会耽误我下午工时吗？从现在起，你的工时问题不由后勤部门决定。真的假的？就他？以前他们看我是看垃圾，现在像看一件突然标上天价的东西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祸？扣你工资，你给我等着追责！够了！根据基金会第7级保护规则，该人员的一切追责与扣薪指令即刻暂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位长官，包括你提到的维修费预扣，同样暂停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刚才就是一时糊涂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保护等级已生效，将立即启动转移保护流程。我能拒绝吗？异议会进入复核程序，但保护措施照常执行。根据基金会条例，濒危1级人员必须接受最高等级的转移保护。从现在起，你不能再独自离开我们的视线。按流程，先回原住址取私人物品，再入住分配公寓。回原住址。是。我在这儿住3年了，墙面比我都熟。从保护等级生效起，环境接触要重新评估。长期居住，不然呢？短期度假。濒危级对象，过去一直住这种地方。不用核查，我欠的。以前没人这么说。这些费用之后会统一核查，保护对象不应因基础生存支出陷入生命风险。那里有最安全的空气、水、血媒保护食物和防护墙。那我还能自己出门买饭吗？原则上不建议。这里是天堂，也是监狱。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出不去。这就是保护区。保护对象已抵达。不是备案，是健康趋势分析。我翻个身也要备案？换个说法就不吓人了。你们管这叫饭？营养3。营养3，我以前吃临期饭团都比这个像人类文明。找到你了，实验组的匹配样本。你是？体征记录，例行公事。对对对，很快的，就测个基础体征。我自己来。没事没事，我来，一下就好。太珍贵了，灵气侵染指数0，基因污染标记未检出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你是会走到的人类活化石。你们夸人都这么吓人吗？我这是高度赞美。听出来了，赞美的像准备把我放展柜里。活化石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就是数据上头。但你真的非常有研究价值。下次把活化石换成沈先生，谢谢。收到，沈先生。但你真的非常有研究价值。你看，又来了。
我点个外卖。外部顶餐通道已关闭，外源食品存在污染、投毒、灵气残留及未知生物因子风险，申请驳回。我连黄焖鸡都不配拥有了。保护期间，饮食需要审核。那我申请吃一顿正常饭。请提交营养中心评估。评估多久？通常24到48小时。挺好，饿死之前应该能批下来。最安全的空气、水和墙。沈先生，这是你的专属保镖玄昭。出去。你们基金会的见面流程都这么省略吗？你要不要顺便看看床底有没有怪兽？这是什么？低级侦察傀儡，外壳仿生，信号已切断，不是保护区内部登记物。原来，这就是所谓的绝对安全。防护等级提升，我接管你的安全。听起来，我本人没有参与权。你有配合义务。3条规则：第一，不许离开指定区域；第二，不许接触未经审核的外部通讯；第三，不许在我视线外受伤。我摔一跤还要提前预约？你需要避免摔倒。我要是切水果滑手呢？保护区不会给你未经处理的锋利器具。我上厕所你也看？如有必要。我是不是来的不太科学？你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会检查他所有必要性的保镖，你说呢？前辈是专业的，千年蛇妖、化神境战力，东亚分据最高级别外勤之一。理论上，东海市没人能在他手里抢人。理论上，谁想抢我？你目前不需要知道来源，知道只会增加情绪波动。你需要活着，若再次出现开放式伤口，失血超过常人安全标准下限，保护预案会自动升级。我被人盯上了，却不需要知道谁盯上我。谨慎，不让我出门，不让我吃饭，不让我接电话，现在连受不受伤都要在视线内。你们不是怕我死，你们是怕我坏掉。包买到了，没有完整检测结果，但关键词齐了：纯人、未登记、濒危1级，还有转移路线残片。够了。真是纯人？基金会亲自拉走，假不了。破镜丹最近什么价？金丹以下的普通货都炒疯了，高尖定制货更离谱，有价无市。破镜丹的引子，纯人血，最是管用。那我们把坐标卖出去，肯定有人愿意出大钱。你想死可以自己去。东海生态保护区不是菜市场，玄丘也不是保安亭大爷。先别抢，也别卖死。我要知道沈昭本人是什么性格，能不能谈，怕什么，想要什么。他都被基金会关进去了，还能接触？世界上没有完全封死的系统，只有价格不够高的漏洞。先给他递句话。
沈先生，今日街面用水温度已审批，早餐已送达。我现在连烂床都算风险项。长期睡眠不足会降低免疫。谢谢。我以前在地下室上早班的时候，免疫系统也没给我发过通知。这东西真的是给人吃的吗？绝对安全。安全是安全，能把人吃吐。你走路不累吗？不累。你这样跟着我压力很大。压力升高时，你的监测环会提示。所以我连烦你都能被记录。想知道你一滴血值多少钱吗？谁发的？别动。别动。坐到床边，双手离开中段。3号人属保护单元进入局部隔离模式。你干什么？又来！现在我连拿自己手机都算危险命做了。刷牙被记录，吃饭被审批，散步有人跟着。现在有人问我一滴血值多少钱，你第一反应是封房间、封手机、封我。我连知道自己被谁估价、估了多少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来了！隔离模式别升级到全楼，先让我看一眼。不碰审照，先碰设备。我这手机联网图标都是灰的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不是普通联网进来的，也不是保护区外部通信通道，它是借你旧手机离线备忘录的同步库存漏洞写入的。能追源吗？被洗过3层，尾巴断得很干净，像专业中间商，不像单纯黑客。你有没有主动联系过外部？我连点外卖都点不了，你觉得我拿什么联系？用那碗强辉营养壶发摩斯密码？那是高程蛋白壶。闭嘴！等等，他还有2次触发。你以为他们保护你，是因为你珍贵吗？那是因为什么？零。
破警丹是给修炼者突破用的那个。从黑市资料看，纯人血作为零感染生物催化介质，理论上可以降低丹炉爆反概率，提高灵气结构稳定性。虽然样本量极低，但如果按低计价，你的血液经济价值确实。血液经济价值报告，纯度99.9%，价值曲线持续上升。闭嘴！别用报告的语气说我的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想，我忘了你会害怕。他不是想要我的血，他想赚钱。林默不一定亲自动手，他最危险的地方是知道谁想买，谁敢买，然后把危险递到门口。那真正想买的人呢？比他更不在乎你是不是人。玄秋动作真快，莫哥，保护区咬上来了，咬的是尾巴。我只是送了句话，又没伸手拿刀。今天不是低敏蛋白糊吗？怎么又加补充针剂？营养中心终于意识到糊状文明不利于心理健康了。如果是炸鸡，我可以原谅他们一次。等一下。内部有机械芯，不是注射器，是微型采血器，针头藏在推进阀下面，只要扎进去，会先抽血，再把伪装液推回去。所以现在不需要绑架我了，送饭就行。正常应该是 A30719。这个是 A30718，只差一位，外观和人能过，但它不是给沈昭的原箱。封锁营养通道，3号单元全部参箱停运，调取最近24小时物流记录，锁定编号 A30718来源。营养通道已封锁，物流链路回溯中。全程封闭配送，按说不可能被外部渗透，但这里是唯一的物理接驳点，全线内部人员才能打开。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危险来自内部。是内部，他们动手了。我知道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采血器，血印，地下炼丹那边用的标记，只要沾到目标血液，后续就能用同类法器追踪样本气息，不是为了验血，是为了锁定你。你要去外围维修口。这次能抓到人，抓不到就撕开他们下一层皮。我出去抓人，你别给我流血。沈昭，路线显示全线正常，但总感觉不对劲。我现在连看书都要低风险，你们基金会是不是觉得空气也有攻击性？不是针对你，是所有濒危对象都这样。严格来说，空气里确实有悬浮颗粒。
等等，这个分类的权限等级很高，目前只能看到残缺的归档，你会触发预警的。你的体温刚刚掉了0.4度，体电也波动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你们旧资料写的比营养粥还难吃。外围维修口附近发生短时战斗波动，悬交外银权限已接入，不明目标2确认中。低风险阅览区进入临时封闭，请保护对象保持原位。沈先生，晚间补水已配送，水温39度。就试一下，不碰伤口，不流血。不是错觉，靠！检测到局部异常低温波动，请保持原位。这部分数据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放心，我会把它归类为传感器漂移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真的没问题吗？警报！外勤人员玄昭已进入3号保护楼。前辈，你受伤了。凌刃擦伤，人抓到一半自毁尸骸，问不出话。坐下，我试试。怕吗？怕，但我更讨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就记住这个印记，破镜会。武道联盟特级稽查专员赵峰，破镜丹非法交易案归联盟稽查线追查，破镜会相关线索从现在起需要同步移交。这里是生态保护区，所以我才连夜过来。3号保护楼，营养通道，外墙防务资源，影响公共安全资源分配。你可以试着把它降级。玄之，我尊重你的战力，不代表认同基金会的判断。保护不是无限堆资源，尤其对象没有自保能力。他有没有自保能力，
不由你一句话定。先看证据行不行？这是伪装维生素针剂的微型采血器，真伪有血影标记。这是前辈带回来的金属牌，单炉纹和破镜会旧案吻合，还有营养箱封条编号异常，说明他们不是路边骚扰，是有流程、有名单、有目标。名单。破镜会内部会给高价值样本件列取编号，我们还没能拿到完整名单，但你大概率在上面。既然如此，更应该交由联盟研究中心统一保护，公开保护研究，信息透明，武装等级更高，也方便我方调配稽查力量。研究中心公开研究我，还是公开研究我的血？别把正规流程想成黑市，联盟有规范。基金会也有规范，规范到我吃晚饭都要审批。他不转移。盲区3秒，只有3秒，自动恢复了，没有入侵记录。3秒够做什么？盲区速度，他们不是试探，是在量我的反应速度。你的活动范围压缩到内层。恭喜，我从保护对象升级成室内盆栽了。内层加3道妖力标记，门口改双重锁，饮水口、通风口、配送口全部人工合制。你只要别给我乱跑。我跑得出去吗？那3秒盲区就在西侧，你每次过去都慢半步。如果只是普通系统故障，你不会这样。不是故障。这东西能干扰监测，不是普通监测，它遮的是妖力感知。就是遮感法器残留，型号来源加密，源头记录已被抹除，无权限恢复。破镜会没这个干净手脚，有人在后面给他们擦屁股。莫哥，不给坐标，他们钱都付了。坐标给出去，旋即第一个找我，节奏够他们用，锅又不在我头上，生意要做，命也要留。破镜会不会不满意？他们越不满意，越说明这潭水很深。沈昭，你在练什么呢？摊开。我说我在怀旧，你信吗？摊开手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知道，最早是热水，后来是杯子，刚才是这个，我也一直在怕。你一直在瞒。我能让东西变冷，但不知道原因也控制不好。你现在要上报吗？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别求他了，听我说。你们早就计划好了。是，为了保护你。你篡改了上报数据，如果如实上报，他们会把你当成实验品。我必须这么做。这件事暂不完整上报，我只记录保护对象应激异常，江河处理低温数据。那我就什么都不做。你要在我监管下练最基础的停手，而不是练怎么变冷，是练什么时候停。失控比暴露更危险。行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们别再把我当样本说话。我努力。好。
你们在瞒什么？再说他能不能吃一顿正常饭？营养壶投诉需要稽查权限介入吗？你想说什么？躲没用，他们现在量你的反应速度，下一步就是量你的战斗半径。用他的固定散步路线射诱饵，明天上午恒温湖，你贴身保护，我的人埋伏外围。不行，把保护对象当诱饵，违反基金会安全条例。我说不。我说不行。条例是保他命，不是保他不出门。现在敌人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你不主动逼他们露头，等他们准备好，就不是3秒盲区，是10分钟。根据灵能变动的模拟数据，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共振频率来稳定节点，理论上是可以控制在……你确定？我同意。你知不知道他们带什么？采血器、血影标记、轮力刃，上次只是侦察傀儡，下次就是活体采样箱。我知道，但我一直缩在房间里，他们会自己消失吗？你刚才也受伤了，化神境也会流血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计划限定在恒温湖边，我正常散步，不回头，不跑。你们在暗处抓人，我既然是诱饵，那就让他们看一眼，看完了，你们把网收干净。我可以实时监测水下浮标、低空无人机、灵能网节点都能同步接入，一旦发现异常，马上封锁。计划明天上午执行。赵峰，你的人外围埋伏，别离太近，也别用通讯频段。明白。江河，监测数据实时同步，发现异常立刻拉警报。收到。沈昭，你明天走在我3步之内，如果我叫你退，马上退，别犹豫。好。你这样走，不像散步，像押送。别说话，看路。我说话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。一个正常人在湖边散步，总不能板着脸，对吧？说真的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块会走路的鱼饵。你再说一句，我把你拎回去。目标正常步行，水下浮标全亮，灵能网稳定，风速1级，湿度正常，没有异常灵气波动。收到。这是法器封锁阵，不是遮感，是锁妖力感知。
你能打吗？能，但感知范围被压缩了。水下播报全面，灵能往西侧节点掉线，外围有人没？收到，外围小队准备，外围失联。破镜会，他们不是要杀玄昭，他们要把玄昭从我身边挤开。走，江河，带他回保护楼。跟我跑，别摔，千万别流血。他们准备的太全了，别分析了，你现在活着比聪明重要。奇迹会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内层通道打开，打不开，第二层封锁压在地面轨道上，权限被卡死了。这边3号单元应急通道。你的功号报一下。科研专员也能这么勇啊！你别碰他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别怕，我们只要你活着流血。别乱动，扎偏了会多疼一会儿。别乱动，扎偏了会多疼一会儿。我不是你的血袋。局部热量消失，不对，是灵气运转被冻结了。这不是灵气。全区记录都在，刚才那10秒如果上传，删掉。它不是药材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备用探头！核心10秒，删掉。全区最高警戒，监控自动备份3层。我能改主记录，但安全室那边改成福丁法器异常。这锅法器背的有点大，让他背。玄之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那10秒的监控录像里到底有什么？赵队长，没有权限，没有权限，就不要问不该问的问题。灵气暂停属于联盟重大安全事件，濒危1级保护条例，你无权强制执行。湖区福丁干扰了灵能网，所有数据都需要重新校准，这是唯一的缓兵之计。我只给你10分钟。不是冻住物体，是那一瞬间，灵气被按停了。沈昭，沈昭，你到底是什么？陆星瑶是谁？星宇集团公益善后代表团已抵达，将对恒温湖区重建、防护系统升级及受损设施修复提供捐助。星宇集团，他们来的也太快了吧！陆星瑶，星宇集团唯一继承人，金丹境控火异能者。你认识？
破镜单资金流里，星宇集团下面几家空壳公司出现过很多次，但每次查到最后，账都断得很干净。也就是没证据？暂时没有。沈先生受惊了，星宇集团愿意提供顶级医疗舱、长期康复基金以及一笔独立纯人保护专查资金。沈先生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很遗憾是在这种情况下。他需要休息。玄楚前辈还是这么直接。绑走、采野、炼丹，纯人不该被关在保护区里，像斩鬼里的标本。那你觉得我该在哪儿？更体面的地方。你可以有独立账户、私人住所、公开身份，甚至真正的出行自由。星宇集团能帮你从濒危样本变成受尊重的公民。听着像广告。当然，前提是你愿意配合我们做一些安全研究，不是切片，不是囚禁，是合作。陆小姐条件开得这么好，我差点以为自己不是濒危物种，是联农优秀员工。优秀员工至少还有奖金，不是吗？陆小姐，公益捐助可以谈，单独接触保护对象不合规。赵官员紧张什么？我只是关心沈先生。你身边那条蛇知道第一场灵气潮汐是怎么来的吗？他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场灵气潮汐和你有关？要不我先出去。不用，我不想再听半截话了。第一场灵气潮汐爆发前，东海近海有一座旧实验站，我守过那里。守什么？灵气炉原型资料，那时候没人知道它会引来什么。陆星瑶的父辈从那座实验站拿走了最早一批数据。灵气炉，那不是复苏初期被封存的旧技术吗？很多东西没有真正封存，只是换了名字，换了公司，换了更干净的外壳。查星宇、破镜会和纯人血交易的共同账户。你想动林墨？他已经递了2次消息，他不是好人，但他怕陆星瑶灭口。飞骑地铁9号线，半小时。破镜会名单换安全脱身，只见赵峰，不见玄昭的爪子。他倒会挑地方。我带队设伏，他要是2次卖情报，我当场扣人。我要求远程连线现场。不行，我不会去现场，但我必须知道事件的结果。可以，但你必须全程留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赵专员，阵仗挺大。少废话。东西查吧，证据都在这儿。他拿活人试丹，不止，失败者是耗材。纯人血是最后催化材料。陆星瑶卡在金丹境太久，他要的不是钱，是化身。那我呢？你是最后一位材料，也是他最新的筹码。这是湖边那10秒的数据残块，我明明删了核心记录。
外围备份被人劫走了，陆星瑶已经拿到够用的碎片，他准备借保护区的公开场合，把你定义成危险个体，再用星宇集团的方案接管你。把账本传过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既然他想公开抢人，那就让他公开解释这些账。沈昭，想活就别等别人保护你，自己把牌掀了。林墨的账本已经备份3份，今天我以联盟稽查身份公开提交。我这边也准备好了，采血器、血影标记、破镜会猎取名单，全套高清，保证比星宇集团宣宽片清楚。你别激动到手滑。放心，我现在是严肃科研人。纯人不是斩鬼里的标本，他们需要更公开、更透明、更高级别的保护。星宇集团愿意出资建立专项基金，并联合多方机构为沈昭先生提供新方案。但在保护之前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。基金会隐瞒了一个足以暂停灵气运转的危险个体，这样的力量不该由少数人私下处理。武道联盟稽查线正式提交证据。星宇集团下属空壳公司长期向破镜会输送资金，涉及破镜丹非法交易、活体采血与人体试验。这是伪装成维生素针剂的微型采血器，这是血影标记，这是破镜会猎取名单。沈昭不是危险区，他是被猎取目标。本来想体面一点，可惜你们不配。全员撤离！陆星瑶，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都留在这里，看他烧完。他在吸你们的灵气，你们越打他越强。退后！玄昭，你不是说过，失控比暴露更危险吗？沈昭，别做傻事！先撤，这里我顶。这次别挡我，我来挺他。沈昭，你真以为自己能停下他吗？纯人只是旧时代剩下的残片，没有资格决定新时代的规则。信我一次。停不下就回来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所有条例都没法重定。那你就看好证据，别让他跑了。我在同步，账本、名单、采血器、人体试验记录全部公开到联盟监管网和基金会总库。那就一起毁掉。没有证据，没有样本，你们什么都留不住。
陆星瑶，我不是旧时代的残片，也不是你炉子里的材料，这是我的力量。不可能！就是现在！陆星瑶，你涉嫌资助破镜会非法炼制破镜丹、活体采血、人体试验以及危害公共安全。现在武道联盟正式拘捕你。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你？你这种力量比纯人血更值钱。所以我不会再让任何一方单独接管我。我们科研部也愿意作证，我们可以编写不把人当样本的报告。我要求重定纯人保护条例，保护不是囚禁，研究不能越过本人意愿，我们的归属区自己。联盟会推动听证，我们愿意作证。还能走吗？你不命令我回医疗室？我建议你回，但你自己决定。以后想去哪儿？先去吃顿不用审批的黄焖鸡。沈先生，你是否承认自己具备冻结灵气的危险能力？我现在说我只想吃饭，有人信吗？退后3米。现场清场，媒体退到2线。结晶会和星宇集团代表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。当事人？不然叫你样本。这称呼顺耳多了吧？喂，你刚执行完任务，烧退了没？放心，死不了。你是上次那个老板，来份黄焖鸡加辣。林兄，这顿我请。别，规矩不能坏。这天这么冷，你这刚回来，汤不会给我冻上吧？我还没闲到拿你家汤练手。得嘞，我这就给您做，多加2鸡腿。沈先生，星宇集团正式声明，陆星瑶女士所涉行为均为个人行为，与集团主体无关。同时，集团将对全球物种保护基金会提起申诉，指控其非法隐瞒危险样本信息，造成公共安全风险。听证会什么时候？还在筹备，也不让联盟替我定性。你现在我要自己告诉他们，我到底是什么。赵峰，把这行改了。改成什么？当事人。我不是他们桌上的样本，也不是用来证明基金会违规的证物。谁要我发言，就写当事人。我提交。他们可能会破坏。那我就不上台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这些登记纯人，3年前还在保护系统里，后来状态被改成死亡、失踪、长期失联。来源机构：星宇慈善医疗基金。他们不是只盯上我？不是。医疗救助、转运补贴、康复项目，钱从星宇集团外围账户走，最后接到几家空壳机构，和破镜会账簿能对上。他们会在听证会上说你不稳定，说绝对零度不可控，说基金会隐瞒危险。名单里至少有3个人，死亡记录是假的。别急着问我怎么知道，想让星宇集团闭嘴，就把活人找出来。这是他们的假死亡记录，听证会来不及了，我们得先救人。你确定？这一步踏出去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确定。
他们已经等不了了。急什么？证据不都摆在你眼前了？你的证词，现在开始。东西呢？干我们这行的，命就压在数据上。这是什么？陆星瑶的私人密钥碎片。你想换什么？新身份，还有黑市悬赏。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？赵专员，我不是好人，但我手里的账本够把坏人送进去。沈先生，气色不错。你卖过多少纯人的消息？你是问名单，还是问人数？都问。人数我没数过，以前我只负责把消息从一边到递江收成，中间抽成。买家要什么，我才会写之前。所以你递过我的消息？递过。纯人在我离前是养数字，血是养数字。我看见你冻住采样针，那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货单背后的东西不是数字。有人来了，账本带上，别离开我3步。灭口采样一并做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林墨。想灭口，先过我这关。你什么时候到了？他进安全屋的时候，想换边，就先活着把证说完。行，我说完。我就测一下体温，真的就一下。第一次灵气潮汐，根本不是自然现象。东海地下曾有一座旧实验站，研究目标不是修炼，不是妖力，不是丹药，他们想知道灵气潮汐能不能稳定降临。谁建的？多方基金会前身、财团、军方残部，还有不愿意留名字的人。我不是研究人员，他们请我去镇守外围，防止妖兽暴动。那条蛇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保火蜥。实验失控了。灵气炉参数越界，第一批原初人类样本被灵气场吞没。纯人，那些样本是纯人。失控之后，灵气力炉的数据被抢走。陆星瑶的父辈带着资料离开，把失败扣在我头上。千年蛇妖化神境战力，守不住一座实验站。那些被吞进灵气炉的纯人，还有活着的吗？找到了，失踪纯人档案里的定位残片。我把林墨账本里的资金流和陆星瑶的密钥碎片交叉比对，结果都指向同一个坐标。结果地下旧实验站就是这里。你说你守过的那座实验站，就是这里？是，至少有3名被登记为死亡的纯人，最后一次生命信号记录就在这个坐标附近。赵峰还在处理破镜会残党，等他回来，我们告诉他，你要去。这次不是去逃命，是去把人带出来。追捕破镜会残党，搜查旧工业区废弃设施，理由够用，但进去之后优先找人。放心，3套系统万无一失。来吧，我来搭把手。快点儿！我的人守出口，发现生命信号，优先回传。
你体温又掉了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这里。旧实验站用了大量灵气炉原型设备，当年失控后，核心区被永久封存。但那只是对外说法。有信号，最里面的维生舱，3个人都是活体反应。还活着。封存系统还在运转。有人故意把他们锁在最低功耗，既不让他们死，也不让他们醒。当年被吞进灵气炉的样本，陆家把失败扣给我，却把人藏在这里。销毁协议启动，清除所有异常样本。自动防御，旧站判断样本被强行取出，要连人带舱一起烧掉。走。你干什么？销毁终止。人带出来了吗？带出来了。那就行。长期维生舱封存，营养液过期，循环泵快停了，需要立刻换舱补液，全身检查。暂停接收。什么？这3个人暂时不能公开登记。旧实验站的事现在曝光，基金会信誉会被拖下水。这是哪里？东海生态保护区医疗层，你安全了，你们3个都安全了。这3个人从现在起，作为破镜会非法囚禁案和星宇集团人体试案的最高等级证人。陆星瑶女士的行为系个人行为，与集团主体无关。破镜丹实验是外包机构违规操作，星宇集团同样是受害者。他们怎么把自己说成受害者？此外，我们提交证据，证明主体2具备冻结灵气的未知能力。这种不可控力量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。真的没灵气，这要是失控，播放完整版本。武道联盟稽查署提交完整监控，原始版本，未经剪辑。
账本，3套备份，2份资金流，私人密钥碎片，每一页都对应一个破镜丹失败者。旧实验站封存30年的灵气炉参数在这里，还有3名纯人档案，他们被登记为死亡，但记录被星宇慈善医疗基金改过。我叫何小满，我被关在维生舱里2年，签发我死亡证明的机构是星宇慈善医疗基金。当事人可以发言。我以前在东海武大做保洁，时薪15块，每天最怕的不是被人骂，是扣工资。扣50块，我房租就不够；扣100，晚饭就少一个菜。后来基金会告诉我，我是濒危1级，我以为自己变值钱了，结果发现只是换了种方式被定价。黑市我决低算，财团按研究价值算，连保护我的人，一开始没有人问过我，我自己想怎么活。纯人保护条例第1条，先写人，不写样本。我说过，新时代的规则不会让你们来定。火警，医疗区检测到金丹级火种反应，非战斗人员立即撤离。他没跑，他往这边来了。3个活证据，还有一堆原始数据，烧干净，就没人能证明星宇集团做过什么。这火专吞灵气。修炼者越靠近越被反噬。上次让你跑了，你守了1000年，守过实验站，守过沈昭，守过这些半死不活的纯人。可你最后什么都守不住。闭嘴！你别过来！我这核心温度太高，修炼者都扛不住。记录全程。上次被剪辑。这次我自己来。你凭什么？你连灵气都没有！凭什么决定新时代的规则？那就一起死吧！没有证据，没有样本，你们什么都留不住。就是现在！全程影像同步传遍听证会，所有人都看见所谓危险纯人救下了满场人。黄焖鸡还能续饭吗？
新身份名字真难听。签字。但比黑市悬赏强。最后一份名单，别再让黑市给人标价。谢谢。回去好好吃饭。新条文，第一条。像人话了。可关闭、可摘卸、可自主选择上传范围。舒服。关掉也行，但数据采集真的很有科研价值。今天谁都别审批，我请客。旧记录可以改，您想改成什么？正常离职。以前你总叫我3号保护对象，后来叫沈昭，现在呢？沈昭。夹鸡腿，给英雄夹鸡腿！老板这次真不用夹，正常做就行。那汤真不会冻住？我饿了，没空冻汤。体重回升到正常范围，另外2个也脱离维生依赖。看，体检项目后面都加了自愿。最后一条资金链冻结完成，挺好。你到底是带还是不带？我高兴。全球纯人登记通道重新开放，目前已收到3条未登记纯人的主动求助，其中1名年仅7岁。以后档案第一栏写名字，今晚续饭不用审批。